蠢蛇，你带了个什么回来？他竟然中了魔毒，你为什么想救他？你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吗？什么都不知道就把人带到我面前，你想死吗？这毒不过是魔域用来操控傀儡的小伎俩罢了。竟然直接睡着了。魔族千方百计送进来的，竟是这样的人。看来，他比那些蠢货聪明，不仅没到我面前来找死，还笼络了那条蠢蛇。如此深沉的心机，配得上这张脸。世泽，我怎么在您的店内啊？演得不错，你竟敢利用那条蠢蛇，把你带到我的中心塔上。我猜可能是昨天晚上我肚子疼，我疼晕过去了，然后蛇兄担心我，他想让您救我，我没有想要麻烦您的意思。哎，我肚子不疼了。喝了我的血，自然不会疼。我喝了您的血啊！敢吐我就杀了你。您的血还有止痛功能啊！不仅能止痛，还能增进修为，这世间无人不想要。不用算上我，我不太想要。你现在的样子，让我很想立马了结了你。别！我怕脏了您的手，我。既然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不动手杀了我？因为无缘无故，无冤无仇。在这世上杀人，不需要冤仇，更不需要缘故。比如现在，无冤无仇，无缘无故，我就是要杀了你。我这次竟然不敲门就能进来了。又要爬楼，不爬行不行？不想死就跟上。
这上班路途太艰辛了，没有保障又不给工资，比资本家还黑。以我浅薄的玄幻世界认知，这东西一定十分珍贵。老板，你听到小孩的哭声了吗？你每日过来，给这东西浇水，它一旺盛，我便烦躁，想杀人。你认真的吗？这个花上面顶着火焰，不会浇灭吗？ 要能浇灭它，也是大功一件。跟我走。哦。本以为来到修仙世界就不用加班了，没想到这里比现实世界还要可怕。 我们那里不加班，大不了就丢工作，在三圣山不加班，可是要丢命啊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个大魔头啊？你在想什么？啊，老板，我在想，你可以去忙别的，我不会偷懒的。 你总说老板，究竟何为老板？老板就是我不停给他干活，他不停给我发奖赏的人。那和养牛马有何区别？哎，你这观点不错啊，我们那儿也有类似的说法。你为何不用术法做事？你本就修为不高，才堪堪炼气。 而炼气之上还有筑基结丹、元婴化神、炼虚合体、大成渡劫，这辈分也是最低的。兴许是那选人的仙官一时出了差错，才会把这样的选拔机会给你。我修为好像很低，不太会用。之前脑子受伤了，很多事情不记得了。你喝了我的血，如今至少已经达到筑基的境界。 我这就已经筑基了。我会魔法了。 终于放弃掩饰自己的魔域身份了，多少坦诚了几分。快来！哦，怎么换个世界还是不能躺平啊？别人穿越是天命之女，我穿越是社畜之魂，没钱没假期，还要看老板脸色。以前天天敲键盘，现在天天玩抹布。人生不能拍烂，快乐只少一半，本来就烦。 还要和熊孩子斗智斗勇。哎呦！坏蛋，藏死我！我要烧死你！你还会说话？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暂停暂停啊！修仙世界，火焰会说话也很正常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
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前辈，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。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
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的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多岁的祖宗，竟然是个小白脸！你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乳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。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现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穆尼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
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娇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呀！谢谢啊，我叫廖廷艳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，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艳。廖廷艳已顺利进山。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他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魂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两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人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，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竟生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留住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。从出生起便被灭族，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封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
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魂躁动不安？别放啊，祖宗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会是我所需之人吗？恭喜芷溪姐姐荣升副长侍，如今9重天仙龄最轻的仙官就是姐姐你了。是啊，当今妙法阁的总长是银灯仙子，据说也是到了800年仙龄才做到副长侍的位子呢。大家莫要这样说，能有此际遇，不过是我运气好罢了。长侍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你去那儿值守。长侍，那过于偏僻，怕是看不见帝君赐福了。天之角，唯有晋升仙阶之人才可入的。要不是妙法阁负责掌灯，你区区一个小仙怎可入得？帝君的风姿，也不是你配瞻仰的。小仙知错了，我这就去。这焦珠镜不是你家的宝贝吗？怎么半天半个影都没有啊？你的修为不会低到这种程度吧？这还是我从父亲那里偷来的，也是第一次用，不要着急。快到亥时了，再过一刻，怕是接仙将大典就结束了。罢了罢了，我跟你一起试试吧。好，来。有了，应元君的背影。哎，怎么又没影了？你家这个宝贝也太坑了吧！什么都没看到，还浪费了我这么多修为。好歹也看到应元君的背影了，不算毫无收获。是啊是啊，应元君连背影都这么潇洒，要是能去他的宫中侍奉就好了。这9重天上有整整36座宫宇，而应元君的偃虚天宫难进程度，甚至超过了帝尊的玉清宫，排名第1。嚯，那这么看来，分配仙士的长侍不得乐坏了？这得有多少仙娥给他送礼啊？错，偃虚天宫的一切人员调动，皆要应元君的手感，不是谁想进都可以的。唉，这个小人帝君果然事儿多，仗着自己仙力超群，就如此跋扈。如今世间仅存6位上神，帝尊、4大帝君，外加魔族的邪神，应元君一人可抵100万雄兵。千百年来都是因为他在，魔界才不敢妄动。500年前要不是他，你和芷溪早就命丧魔族之手了。应元君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为何如此没良心，还说他是小人？就是反正我就是看他不顺眼。应元君深居简出，除了关系与他要好的几位仙君，外人甚少能瞻仰到他的尊容。哎，眼蛋，他到底长什么样啊？瑶池是我们的家，如今这是要去何处？姐姐，我们换人了，不能再待在池子里。日后要去哪儿，怕是要问他了。四叶菡萏灵力不凡，若出双生，必定一强一弱。你身体弱，
所以才会被魔族的剑气所伤。速去天医馆稳固仙灵，不可耽误时间。仙家一直讲究魔力修行，未来如何，全凭个人努力。你不必沮丧。姐姐才不弱呢，为花时都是姐姐为我遮风挡雨，你怎可随意评判他人？快向她道歉！你这小人！我那个时候刚刚化为人形，就见了那么一次，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了，哪里还记得？再说了，现在天规明令禁止神仙们不能动情念，我看你啊，趁早放弃吧，他再好也于事无补的。妹妹好吃懒做，姐姐假公济私，你们还真是九重天上的一段佳话呀。颜淡在北冥仙君的玄心崖当差，一向认真，从未犯错。虽然他仙法低微，但他痴心纯正，率性真实，并非长师口中这般。长师平日里怎样说我都不在意，但你没资格评价我妹妹。不要以为你当了副长师就能如此和我说话。要不是思璇出了事，就凭你自己，再过500年也坐不上这个位子。思璇总长师一向待下宽和，对你也十分照顾，而你竟然告他触犯情戒。如今你坐上了他的位子，午夜梦回可能安心。他德不配位，触犯天条，我取而代之本就理所应当。你再不忿，也得忍着。妙法阁如今我是长师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没有仙阶的副手，而我前身便是帝尊案前的灯芯。升仙阶时，这仙殿更是应渊帝君为我亲手锁点，这就是你和我最大的差别。帝君的仙力，哪怕微小如尘屑，你也不配拿。把里面的东西倒了。帝君，这些仙尘落在地上，着实可惜了。仙子们值守一夜，也甚是辛苦，拾取一些作为纪念，也无伤大雅。帝君，天条有言，在其位谋其职，仙子本该安守本分，恪尽职守。银灯身为长师，只得以律管理，并非是刻意为难。天条并未写明，只是仙子不可拾取仙尘，长师无需太过教条。是，谨遵帝君教诲。为何佳话与佳话的区别如此悬殊？一个是掌管天庭至宝的天之娇女，一个却是给北冥仙君喂鱼的低等丫鬟。芷溪，这是什么？好漂亮！大典结束后，我看到空中有些没有被接到的散落星辰，
便收集了一瓶，偷偷给你带过来了。知悉，你对我可真是太好了。你是我妹妹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呀？你累了吧？快坐下来歇息歇息。你们今天怎么样？我看见了4位帝君。然后呢？我好想成为和他们一样厉害的神仙，希望我升仙阶时，额间的仙殿能由应渊君来点。芷溪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你可是四叶汉旦，你出生的时候，帝尊就说是祥瑞之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众仙子的榜样，你的出身到现在还被大家津津乐道呢。你呢？你有什么志向？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啊，喜欢看书写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能够成为6界第1话本大家。我希望我的戏不光可以在仙界跟凡界顺利演出，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喜欢。一定会的。颜淡，你知道的，所有的神仙在升仙阶前都要下凡历难，是要经历人生8苦的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9重天，心里是有点害怕的。芷溪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芷溪不怕，因为芷溪要永远保护颜淡。我们玄溪崖的仙龟每日必会被人偷偷翻过面来，却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始作俑者，莫非是他？你这个小人！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他？大胆！你是哪个宫的小仙，竟敢翻我们玄溪崖的仙龟？怎么，有胆量翻龟，没有胆量报上你的姓名还有仙号吗？想逃是不是？这个人的面容跟背影都好生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，可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仙君，仙君，我抓到那个翻龟的小人了。那他人呢？最后让他给跑了，但是我差点就抓住他的衣袖了。你要是仙法再高深一些，不就能够揭穿他的丑恶嘴脸了吗？我知道您是在讽刺我的灵力低微呗，但您想想啊，如果我灵力高超的话，那我就去妙法阁了，谁还留在这玄心崖给您喂鱼啊？你要是能够抓到他，我便将珍藏的《临江四梦系谱孤本》借给你，如何？仙君，您此话当真？您吃橘子？不要乱动，我在破解棋局呢。您这是什么棋局啊？看您一副好像很难解开的样子。还不是那个应渊君，搞了一个6冠局，弄得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仙君，如果我能帮您把这个局给解开，您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吗？你能破解？我可以试试啊。此局虽名为6冠局，实则是一统大3冠中另藏的3节循环，兼充无用，用飞风徐徐制之，便可破解。您可以试一下。飞风徐徐制之。
好，妙！哎呀，你这个小丫头，别的事情你是什么都做不来，没想到下棋你倒是蛮有灵性啊！有您这么夸人的吗？那您刚刚答应我的事情，可还算数啊？只要你每天都能来帮我破解应渊的棋局，其他的事情咱们都好说。这当然没问题了。我其实就是想每天能够早点来，然后提早点离开，您看行吗？没问题。其他的仙兽啊，你就不用喂了，你只要把崖里的这些水族喂饱了，你就算交差了，好吧？仙君，您果然是个大好人，我给您捶捶背吧。哎呀，您真是个好人。哎呀呀，好了，好神仙啊！这般无师自通、聪颖非凡的小仙，着实百年一遇。只可惜此人心性太过浮躁，若能加以磨练，日后必成大器。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上进心了？我自知我没有天之娇女的命，但是有天之娇女做靠山，照样是先生赢家。你要找谁当靠山啊？我姐芷溪啊，她马上进仙考核了，以她的实力，肯定能够顺利通过。不过通过之后，她便要下凡去历难。我听闻瑶池盛宴最佳表演者可以得到帝尊的施恩。我呢，打算写一出拔得头筹的大戏，到时候我就请求帝尊让我代替芷溪下凡历难。你是不是傻啊？这下凡历难那是十分艰难的修行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神仙那是有去无回？我当然知道，要是那么容易的话，我还费这么大劲干嘛？差不多行了啊，快把这吃了。再过2个时辰，你就要去全西崖干活了。嗯。对了，明日你陪我一起去抓临江四梦。哼，我可真是太聪明了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就躲进玄心崖，等那个番龟君一来，只要他敢犯规，必定会牵动我这条线的。到时候我们2个2对1，我就不信打不过他。你确定这样能行啊？当然了，我们只需要守株待兔就行了。走吧。哼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小心！哎，不是已经查了线吗？他来了，怎么我们毫无察觉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你这个番龟小人，我抓不到你的话，我就不叫严大。走开！世云，啊，严旦，番龟君抓到了吗？我下次一定能抓住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北冥仙君什么时候养了一青一白2条小水蛇啊？他们呀，才不是什么水蛇呢，而是龙。银白色那条啊，是东海龙尊家的太子敖轩；青色的是南海青龙族的公主昭兰。龙族啊，觉得我们9重天仙气盛，所以就把他们子女送来养了。哼，你不说还真看不出来是龙。小家伙。哎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！咬我！你怎么把它扔出去了？它不是龙吗？对面是莲池，应该不会死吧？
不会被小白龙砸死了吧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敖轩找到了。啊，你真棒，你真棒！哎，诗云，你看啊，我怎么觉得这条小黑鱼，它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呀？怎么可能？它不过是一条鱼而已，怎么可能有人的表情？也是啊。刚才是我不对了，还好我的真身是药。如果刚才真的把你砸晕了，我可太对不起你了。哼，小人帝君这回总算是黔驴技穷了，这局还没有上一局难呢。哟，你这一子下的可妙啊！一虚打实，你看看，把他这一脚的活子全都打成了废子。哎，你这一招是怎么想到的？下棋对我来说，要不然就是捡漏，看出对方的破绽，顺藤摸瓜；要不然就是打劫，把对方的变成自己的，变不成那就通通吃掉。往往后面那一种是非常艰难的，但是愚公移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的。妙！今日本想与仙君面对面切磋棋艺，没想到竟看到忠心仙士不舍救主的场面，本君都不好意思开口要人了。哈哈，应元君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小人帝君那句我就到了。看你们如此专注，我也不好出声打扰。你好歹堂堂的上神，你这样如此偷听别人的墙角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唉，本君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影响的仙君一起作弊，真是惭愧。啊，应元君，你说笑了，你一定是看我破解棋局呢特别的辛苦，所以呢你就一次一次的降低难度，故意放水，是吧？刚才只是说笑。颜淡呀，去了偃虚天宫之后呢，由你亲自教导，我想他的棋艺和仙法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既然你的精力如此充沛，打扫偏殿实在是太大材小用了。以后呢，誊抄仙法破解棋局，自然就交给你负责了。帝君您棋艺高超，每日肯定有很多神仙来找您斗气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难道……能者多劳啊！以后，所有人送来的棋局，自然是交给你来应付了。哼，你就是气我帮仙君破了你的局，公报私仇。是。还有，混元玉带尽快补好，莫要让其他仙士去催，白白浪费别人的时间。是。应渊这个小人，他表面温文尔雅的，他实则呢肚子里一堆坏水，给我安排这么多活让我干，他就是故意想整我，小人。没想到。众人眼中如此完美的帝君，还有这样一面，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丰满了一些。哎，你到底跟谁一伙的你？好了，颜淡，帝君犯规不过是童趣之举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况且他与北冥仙君对弈，外人本就不该干预。你当着他的面说他是小人，他还能一笑了之，可见他宽宏豁达。是个正人君子。窒息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你这是色令智昏啊你！你们知不知道偃虚天宫有多大？每天什么活都让我干，
腰酸背痛的。还有那个书，让我抄了一遍又一遍，我脑袋都快疼死了。多少人想来延续天宫还进不来呢？你有这样的福气，应该珍惜才是。哦。芷溪，长侍。耍小聪明让妹妹顶罪，你们还真是姐妹情深。可惜帝君宽和大度，让颜淡因祸得福了。不知你这个做姐姐的，心里酸不酸？有没有一丝后悔？若不是那一念之差，如今飞黄腾达的可就是你了。延续天宫的差也并不好当，颜淡每天甚为辛苦。这种不痛不痒的诉苦，你也信？不过就是炫耀罢了。颜淡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你说她是哪种人？不思进取的废物妹妹？双生莲必分强弱，大家都说你是强的那个。我看未必。不然帝君为何一眼挑中那个一无是处的颜淡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颜淡，你最近神神秘秘的，还不告诉我你写了什么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写这出戏的灵感，正是取自你给我推荐的那本《创世之战》。哦，上古初期，混沌初开，修罗族以神器无双镜打开了摩天结界，掀起大战。帝尊携4大帝君救众生于水火，辟四海，创6界，这才有了如今的太平盛世。你写了这么一出拍马屁的大戏，实在是太鸡贼了。我如果只写大战，那所有的神仙都能看出来我在拍马屁，我才没有那么蠢呢。再说了，光写战争只会流于枯燥，根本没有那么好看。那你到底写了什么啊？我呢，以战争作为背景，从一位已灭族的上古彝族的视角作为切入，以小见大，以弱趁强。你选了什么上古彝族啊？为了相助4帝君，在创世大战中全族覆灭的九岐。你竟然翻出了九岐？正是，他曾被誉为6界当中最强悍的水族，上天为龙，入海为鱼，百毒不侵，水火不灭。可就这么厉害的种族，却在这些年的和平当中被人们逐渐遗忘了。如今除了我们，谁还能想到当年惨死的九岐呢？你是不是想到了自己，觉得同病相怜了？唉，4叶汉淡一族最起码还残留了我和姐姐，可是九岐连个血脉都没有留下来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传说九岐虽然善战，但却生来欲望浅薄，在每化人之前都会经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卡，没度过呢，就会灵力散尽而亡；度过了，便是浴火重生。